告诉他，谷麦各30万斛，种粮3万斛，这便是老夫开出的价钱。这个天下，眼下也就值这么多了。这边可以领。多谢。法国市有10万人，汴梁城里没有10万人。京畿12县，唯陈留一处陈园还算完整，却也没有人了。天寒地冻，寒门小户没了口粮，便只能背井离乡，朝着京师来讨口吃的。这才刚刚开始。怎么讲？天气渐渐回暖，往岁今时，朝廷已划拨种粮，筹措春耕。今年库房的存粮、种粮都在兵士和流民的肚子里了。误了节气，便不用再盼收成了。这些百姓当下还能在此讨口粥食，勉强度日。再过2个月，库房的存粮都吃光了，他们终归都要饿死。令公总揽汴梁军政，这难道不是令公的分内之事吗？惭愧，冯道难为无米之炊。内外库食皆在令公手中，令公到底缺什么？冯道一介昏聩老朽，食不足1盏，寝不过1榻，老朽什么都不缺，缺的是他们，是天下。缺什么？缺一个朝廷，一个丰年能平价收粮，灾年能施粥赈济的朝廷，一个春时播化种粮，夏岁修治河工，秋月积领仓石，冬日赈济寒湿的朝廷。这些百姓啊，时至今日，菩萨也不能让他们活，唯有你能让他们活着。令公可是肺腑之言，你能做得到吗？蒙尘何在？陛下，臣在。小谕宫营内外，南北各臣，自即日起，大河以南不可再打草谷。各军所需，皆要记录在案，誊表造册，上奏公帐决断。臣奉诏。令公，可否？乱兵入城，给假3日，强人破门而入，掳掠诸伯口粮，虐杀妇人孺子，一把火烧了房子，拆了院墙，搭建营寨。令公，此乃张彦泽之罪，还是朕之罪？陛下言重了，但此时你说上一句不抢了，不杀人了，就可以了吗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谷麦30万斛，种粮3万斛，
你有吗？没有。既然没有，冯道与汴梁10万军民，亦不能强你所难。但可退而求其次。何为其次？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你既然没有骨脉种粮，亦可拿张彦泽的性命来抵。王灵光，你这是在要挟陛下。陛下，若如此，杜重威恐生不测之变的。此话有理。杜重威手握重兵，菩萨都要避之，何况是你？此乃令公的意思，还是太原刘知远的意思？你若不愿为中国之主，那就将公帐从速搬回你的上京。令公还未曾回答。心怀天下之人，不会问这样的问题。倘若朕杀了张彦泽，令公敢保杜重威不反吗？不敢保，但老朽敢赌。杜重威身在腋下，老朽身在京师，无城无兵。若杜重威敢反，老朽的这颗头颅，你拿去便是。敢赌吗？今有司勘罪，查张彦泽者，攀比好财，纵掠梨树，酷猎擅杀，以害市民，纵兵为虐，无探生灵，克扣军饷，军心离散，强占民田，夺人恒产，卖官鬻爵，败坏吏治，逼反庶族，祸起无策，抗旨不遵，悖逆君命，诬陷忠良，残害贤能，荒淫无度，败俗伤风，结党营私，扰乱朝纲，劫杀使节，挑衅邻邦，大罪12，庆南山之主，不足以彰其罪；尽东海之波，未得能迎其恶。拒特大奸，朕起令5刑之诛，着即荐送北市，明正典刑，祭扬名誉，告谕四方。林公，林公，太原使臣王俊求见。终于来了，不见。令公，文素，你去见一见他。王俊想见的是令公，不是下官。能问的，能说的，老夫与郭家小子都说过问过了，再见，也还是那几句话，不如不见。你去见他，告诉他，谷麦各30万斛，种粮3万斛，这便是老夫开出的价钱。这个天下，眼下也就值这么多了。林公3朝元老，何以无礼于斯？秀峰兄慎言，令公领袖朝堂，所思所行，非你我可知会。令公与文素兄今日之辱，一日王俊必有所报。
文仲，你想要做什么？当然是要做大事。大郎，末将在。去将那面道旗取下来。哦。文仲，怎么回事？契丹南来，境势残乱，国祚不有。进士一中，神位无主；社稷有倾颓之危，黎宿有倒悬之苦。河东12州市民兵变，恭请大王以天下苍生为念，诚因窃运克己地统，金辉南下，预定中原。王俊回来了。文仲，凤麟姑说，属谷麦各30万斛，重量3万斛，入京时可为天子。骨瘦实是2代国文，不能为此不义之事。河东为天下人心所系，大王却拘泥于旧情恩义，不肯入京大统。我等受大王恩义赏罚，当气血在庭。民工不出，乃苍生何？民工不出，乃苍生何？在这里喊鸡的什么用？将门破开，把大王抬出来！文仲，他们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文仲，文仲，放开我！文仲，放开我！啊！文仲，这要显得故意不义啊！小人小义，何足为论？社稷安危，苍生福祉，方为大仁大义。臣苏玉圭，请大王即皇帝位。尔等要显故意不义呀！请大王即皇帝位。请大王即皇帝位。赵匡胤万万不曾想到，一个新的王朝的开始，其过程可以如此的草率和仓促。一个新的中原天子登基，披上的第一件黄袍，居然是一面节度使的道旗。刘知远继阳称帝后，各地藩镇及后进旧将纷纷起兵响应，百姓亦群起反抗，斩杀契丹索命官吏。澶州义军王琼领兵攻入州城，围攻契丹守将耶律郎。东方义军连破宋、亳、密3州。辽太宗耶律德光闻讯大惊，欲弃城北去。这刘知远称帝也便罢了，偏偏定国号为汉。你们说，他是无心之举，还是有意为之？先汉、后汉，乃至季汉，皆为刘氏宗庙。刘知远姓刘，以汉字为号，有借古以张征说的意思。凤臣，你是七阵不读书吗？先汉高祖皇帝乃是沛国丰邑人，
后汉光武帝乃是南阳蔡县人，季汉昭烈帝乃是幽州涿县人。那刘知远算什么？不过一个沙陀番子，连他的刘姓都不知道是从哪儿偷来的，竟然还敢妄称汉室宗亲，把他的血流出来验一下，怕是后匈奴的刘渊都要比他来的正统。是，贼子建号，穆侯二管，自是没有那许多顾忌。李克用、李存勖、李嗣源这父子兄弟，以沙陀人为中国天子，也没什么。石敬瑭父子也是沙陀人，也做了10几年的江山，而今到我大契丹人为中国皇帝，才2月有余，河东反了，河北也反了。不错，我契丹人是胡种，难道那沙陀朱野氏便不是胡种了吗？真就想不明白了，在那口是心非的南朝人心中，究竟什么是胡，什么又是汉？司空，有客来访。哎，吴越前红处参见冯令公。司空，请起。谢令公。吴越孙太真参见冯令公。你倒是胖了些。晚辈惭愧，蒙令公大德庇护，再造之恩，敏感五内。红柱，永世不忘。令公快坐。沏茶。司空请坐。明日，老夫便要伴驾离京了，想着未必能再回来。临行之际，来看看你。离京？那契丹天子要裹挟令公北还？算不上裹挟。我受封太傅，位比于越，谁都能留下，我却不能。令公得披南北，若不想走，纵然是契丹天子，也不好强人所难吧？我向他称臣了。可笑吧？向他称臣，其实是百般不愿的。毕竟，故主尚在，心中难安。令公，朕还在乎这些吗？为什么不在乎啊？吴越前世3代，是梁、是唐、是晋，都是自家选的，会不在乎吗？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平心而论，我对耶律德光不算厚道，他纵然有负天下，却终归不曾负我。可如今，他要走了，我若留下不走，又是为了谁呢？令公此番北去，若非契丹主王室，令公便永不得备旨。自庄宗皇帝时，
老夫这辈子侍奉了6位天子了，如今这是第7位。少年时读剑录，以魏文贞为艺术。4位救主先后王室，终于得辅唐太宗，乃臣贞观之治。轮到自家，也王室了5位救主了，却连个太平年景的影子都还看不到。桑国桥大事上糊涂了一辈子，有一句话却说对了：年轻真好。吴玉，陛下，太傅上了年岁，耐不得行军劳顿，加上背井离乡，远赴塞外，这一遭真是苦了他了。你去跟他说，此番只是暂离，今年冬月，我必定许他重回汴梁秉政。是。朕就不信这个邪。沙陀人做的中国天子，契丹人也必定做得。公元947年4月，辽太宗耶律德光因中原反抗激烈，统治难以维系，被迫放弃汴梁北返，途中暴卒于栾城。6月，已在太原称帝的后汉高祖刘知远率军南下，顺利进入汴梁。南唐使臣徐铉代我主向大汉天子递上国书，以通致好。让前世前来。吴越使臣，前事何在？臣吴越钱弘处，恭迎陛下。吴越前郎，进前来。刺伤张彦泽的是你。京师上下欲杀张贼者，并非弘处一人也。年轻真好啊！宣诏：吴越国前世奉国有度，勤修贡事，抚民治军，有功于东南黎庶。大元帅钱弘佐加太傅、尚书令，检校司空钱弘处晋右卫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国信。臣代我王叩谢陛下恩泽。传令诸军在城外安营，张贴安民告示，豁免基辅州县粮赋3年。臣等奉诏。自军资中划拨谷麦各30万斛，种粮3万斛，交予开封府。赈济流民，
筹措春耕。臣等奉诏。这是朕欠了京都梨树的老账。冯令公可还无虞？永康王耶律阮和上京的皇太弟耶律李胡之间起了局域，两人几乎兵戎相见。听司的耶律乌质在两人之间奔走，以为调停。此时冯令公也在郑州停下了，陛下下诏，令冯令公回都秉政。可惜呀，九郎这么快便要回去了。都走了好几个月了，国中家中都已是望眼欲穿。九郎此番回去，可还有未了之愿？尽管说来，我和元朗都在京师。君贵兄，如今是左监门卫大将军兼枢密院承旨。郭太尉贵为枢密使，负责巨柔。我虽位卑言微，却还有一身的力气。九郎有什么愿望，尽管与兄长们说来。还真有2件事体，要劳烦2位兄长。九郎尽管说来。小弟加官迄今，未有表字，只有一个小名虎子。冯令公当世大儒，学贯古今，待其归京，还请2位兄长替小弟向令公求一个表字。此事容易。若是旁人求字，以冯令公的个性，未必肯允。但换作是九郎的话，冯令公当另眼相看。哎，第2桩事呢？哎，这第2桩事确实不易。惟愿小弟下一遭再来京师，能得饮太平年下一杯热酒。此杯当饮，当饮，当饮，当饮。飓风要来了，不冲底吧。这几个月，就好像过了好些年一样。